走吧。少爷，山路崎岖，要不让属下抱着您走吧？殿下，根据您所提供的信息，我们一共找到了3个疑似的地方，一个在山脚下，一个在山腰，最后一个则是在山顶。去在山腰的那个地方吧。看来那传言是真的。你们去将这周围的树枝都清理干净，然后去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属下遵命。这些是我收集而来的功法，你们拿回去先练着。殿下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一个瞎子进入这里都能够安然离开，想必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晚辈雪扶摇，见过前辈。我无意进入这里，还请前辈不要怪罪。你这小家伙倒是有礼貌，不过我现在只是一抹残存的意识，当不得什么前辈。您就是当时将凡间界与修仙界隔离开的那位大能？大能谈不上，我只是看不惯那些人滥伤无辜罢了。小家伙，我的时间不多了，能够在消散之前见到你，我很开心。这里的东西就都留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好好利用它们。不是，就这么简单？等一下，您还有没有什么遗愿？我可以帮您完成。不用，我没有什么遗愿，更没有遗憾。在我看来，将遗憾留给后人是一件十分没品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见多识广了，但这洞府里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好在这位大能十分贴心地留下了说明书，根据书中记载，这里每一件都是精品法器、丹药，其中就有这次我要找的乾坤造化丹。听说服用后，修炼速度是常人的几倍，同时还会获得百物不侵的能力，世间任何邪物、毒物都会对其失去效果。上一世那名少年突然消失，8成是被那个家族抓起来当血奴了。因为乾坤造化丹虽然被吃了，但药力却并没有消失。在修仙者看来，这少年就是一颗会行走的乾坤造化丹。真是老天都在帮助我。好啦，木灵根，前世是金火木土4灵根，
这一世怎么变成单一的木灵根了？正常的木灵根是浓郁的绿色，根本就不是淡绿色。还有那浓郁的生命气息，也并非是木灵根。我靠，不对，这是造化灵根，造化青莲体，仿佛活物般呼吸着。说，这到底是谁干的？皇宫里面的东西都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找！时间那么短，那些东西一定送不远。掘地3尺也要将东西给找回来。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小宫女为了讨好现在的皇帝，说前朝皇帝还有一个小公主活着。那位小公主因为生母早逝，并不受宠，在皇宫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存在感，所以在皇城被攻陷的时候，这位小公主消失，也没有人注意到。如果不是那个小宫女，就是负责照顾小公主的贴身宫女，恐怕还不会有人知道前朝皇族竟然还有一位公主活着呢。现在全城戒严，不会就是为了寻找那位小公主吧？这块隐卫令牌是父皇留下的，原本不想动用这力量，现在看来不用不行了。你有什么事？我要一块嫩豆腐。进来吧。属下十一见过小主子。起来吧，我这次来找你们是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忙。可是因为城中通缉令的事情。你们现在能够联络上的还有多少人？暗卫50人，如今全部都在。他们此时正散落在皇城各处寻找您的下落。殿下，可要属下将他们都召集回来，然后护送你出城。离开的事情先不急，现在待在皇城里面反而是最安全的。我找你们是希望你们帮我杀掉小宫女樱桃，还有那些贪官污吏，另外还有我父皇以及兄弟姐妹的尸体。帮我将他们的尸体带回来吧。是，属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陛下和殿下们的尸体带回来。现在，外面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前朝公主在复仇，张家的人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张家人想要利用我兄弟姐妹的尸体来逼迫我现身，前世即便是真的尸体都没有成功，这一世假的尸体又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尹三，你一直盯着我的脸做什么？殿下，您的易容之术是谁教你的？为什么面具在您的脸上会如此的惟妙惟肖？我曾经试过很多种材料制人皮面具，但是都达不到这种效果。那是因为我用的不是易容术，而是直接利用法器改变了样貌。法器？修仙界是一直都在的，只不过人间界的凡人想要进入修仙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同时，为了保护凡人，修仙之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凡间界。既然事情已经办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殿下，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出发。50人的队伍太大，影1到影10跟着我，一部分去隐藏在暗处，剩下一部分先行前往灵鹫山。是，殿下。灵鹫山是位于雪朝的边境地带，所以我们的时间十分的紧迫。少爷，前面那片苍茫就是边界了。
我们先不进城，先去灵鹫山。前世听说灵鹫山有一名体弱多病还天生眼瞎的少年，突然间拥有了修炼天赋，而且这天赋还碾压了无数修仙界的天骄。最后那个少年的结果如何，我并不清楚，只听说是突然销声匿迹了。而那个最后招揽了少年的家族，却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众多天赋出众的弟子。少爷，到了。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影一，是我。殿下。是我。殿下真的是您？这段时间你们一直都守在这里？因为殿下您突然消失，我们找不到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担心您突然回来找不到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每天都会守在这附近，不让任何人靠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轮换一次，今天正好轮到我。先跟我说说这2年发生了什么事吧。你是说张家被推翻了？既然张家已经被推翻了，那现在掌权的是谁？是秦将军。在将张家赶下台之后，秦将军还曾派人寻找过您，只不过当时您突然消失不见踪踪，所以我们并没有现身。没有现身就对了，没有人会想要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天下拱手让人的。玉玺，殿下，这东西怎么会在您这里？自然是从皇宫里面离开的时候顺手带出来的。殿下，如今玉玺在您手里，只要您回去，就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不了，先不说能不能成功，就算是成功了，我也只有一个人，治理不好这个国家。你去让人准备25具上好的棺材吧。是，殿下。父皇，女儿马上就要离开了，下次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您泉下有知，就保佑女儿吧。我准备前往修仙界了，你们可要跟我一起离开。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们留下足够的钱财，足够你们以及你们的后代都衣食无忧。我等愿意誓死追随殿下。好，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我必然不会亏待你们的。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殿下，我们该如何去修仙界？秋国。这一走，下一次回来，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或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这人不会是……影一，少爷，有什么吩咐？你去帮我办一件事。接下来我们只能徒步前进了，因为这片森林充满了毒瘴。这驱兽粉是能够让那些野兽跟蛇虫鼠蚁不敢靠近我们。如果看到白色的雾气，绝对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立刻停止前进。殿下，我们还需要走多长时间？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们放心，药水的数量是足够的。
看样子在我们之前应该还有一拨人。不用管其他人，我们走我们的。张蓉儿、张琴儿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人怎么会死在这里？不对，张蓉儿在这里，那说明在前面的人是张家人。影一，快放慢前进的速度，前面的人是张家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张家硬碰硬的实力。殿下，为什么这么说？我说的张家并不是人间界的张家，而是修仙界的张家，那是一个修仙世家，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够撼动的。而且我不希望我的消息传入他们的耳中，这会给我们带来数不尽的麻烦。影一和影二留下跟我进入石寒镇，其他人在暗处潜伏起来。是，殿下。感觉跟人间界也差不多。人间界和修仙界最大的区别就是灵气。石寒镇靠近人间界，所以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天眼，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前世那场飓风把它吹出来，引来多少宗门的争夺。我们先在这里休息2天，然后再出发。外面是什么动静？镇子里丢了东西，现在正在挨家挨户寻找。小镇的石像丢失了，你们是昨天才进入这里的陌生人，你们的嫌疑最大。识相的就快点将东西交出来。这位大人，我们只是过路的，想要在这里歇歇脚。至于石像，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没有修为的普通人，大的一个应该有些功夫在身上，但并没有修为，这样的人无法使用储物袋。如果石像是他们偷走的，那就只可能是被藏在什么地方了。你说的最好是真的，否则……另外，为了避免小偷趁机撩走，这段时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允许离开石寒镇。你们应该没有意见吧？自然没有。我们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就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吧。我已经给影一他们测试过资质了，几乎所有人都有灵根，但灵根的资质十分的差。如果不是父皇已经死了，我都想问问在选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选的。要知道，在人间界，有灵根的人说是100万里挑一也不为过，结果他一口气就集齐了50人。不敢想象这些人如果出生在修仙界，会是怎样厉害的资质。月剑山秘境，前世3年后才被人发现。那支开荒小队出来之后，一个个都脱胎换骨。这一世，他还没被任何人发现。秘境的仙泉能让人脱胎换骨，影一他们有了它，就能从凡人变成真正的修士。不过秘境不是那么好进的，现在影一他们是凡人，法器再多，没有修为也用不了。等离开石寒镇后，你们去附近的城镇多买些符箓。是，少爷。殿下，这些符箓应该足够我们使用了吧？你们自己分一下吧，太多了，估计你们也拿不过来。终于到了。殿下，这座山不太对劲。因为这里面有不少妖兽。贴上这个能隐藏气息，动作快。前世我只敢在外围活动，连山妖都不敢靠近。这一次，我要走到最深处。跟紧我，别掉队。看到任何动静，立刻隐蔽，不要轻举妄动。是。你们在这周围寻找一棵树，
找树。殿下，那棵树具体长什么样子？具体长什么样子我也不清楚，反正跟普通的树不一样，应该就在这附近。找到之后立刻来汇报。是。殿下，我发现了一棵长相奇怪的树。快，带我过去看看。挖挖看。殿下，这是……这个保护罩能够在关键时刻抵挡住致命一击。好了，月剑山秘境并不算是很危险的秘境，但你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仙泉的事情在来之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但仙泉具体在什么位置，就要靠你们自己去寻找了。我唯一能够告诉你们的是，仙泉应该在一片山谷之内。殿下，我们都走了，您怎么办？要不我还是留下来保护您吧。不用，你们能找到仙泉比什么保护都有用，而且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奇怪，上一世天眼出世，可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这次怎么这么安静？哼哼。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还要吸多少？我快撑不住了，好痛！幸好之前对山洞口做了伪装，早知道就让影翼留下来保护自己了。我昏迷了多久？动不了，完全动不了。这次真的失血太多了。前世被人追杀的时候，也没这么狼狈过。还好先前服用了造化青莲，天眼是成功融合了吗？我成功引气入体了，而且现在修为达到炼气期2层了。前世我花了整整3年，才从凡人修炼到炼气2层，这一世1天。造化青莲体果然不一样，看破虚妄，能看穿妖魔鬼怪的伪装和幻术，还能看破阵法，还能看破本质，识破修士、妖兽、法宝的弱点，还能鉴宝，还有攻击发射的光线造成的伤口无法愈合，保命手段+1，底牌+1，不对，是加了好几张。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了，影衣他们找没找到仙泉？反正现在秘境里面就只有他们几个人而已，这就相当于整个秘境的资源都是他们的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顶级天赋、顶级体质的修炼速度吗？难怪
怪人人都羡慕天骄。他们已经在泡了，看这样子，应该还要一段时间。等他们出来再说吧。这是天地灵宝水绸，虽然是半成品，比不上天眼，但这也是天地灵宝啊！防御性的天地灵宝，遇攻击自动形成护盾。水是至柔至刚之物，这防御力，放在外面绝对是人人争抢破头的存在。终于炼化了，好东西，比那些防御法器强多了。出来了。不错，幸好那位大能有收集的爱好，要不然这储物空间还真做不到一人一个。殿下，这里面是我为你们准备的东西。殿下，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炼，然后保护殿下的安全的。我等着你们实现你们今日的承诺。修仙界中有不少的宗门，你们可以选择加入其中，但要切记，万事留一手，不要过于相信一个人。修仙界要远比人间界危险得多。前世我失去了他们一次，这一世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再见了，月剑山秘境。炼气6层了。殿下，我们都有修为了，炼气3层。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凡人了。这棵树带走，留个纪念。入口已经不在这里了，走吧，下山。殿下，我们商量好了，由属下和影2、影3、影4、影5个人护送您到云城，就地分开行动，对吧？殿下怎么知道？早就想好了。去吧，各奔前程。记住我说的话，万事留一手，不要太相信人。还有，活着，都给我活着。殿下，行了，别煽情了，走吧。殿下，我们也走吧，去云城。影卫们，保重。其实你们不用送我也可以的，毕竟我的修为比你们都高。就算少爷您的修为比我们都高，但您的年纪还小，我们总归是不放心的。老爷当年最后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您。保护我？开什么玩笑，我都没怎么见过他。少爷，其实老爷是很关心你的，你从小到大衣食住行他都很上心，只不过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虽然关心您，但是却从来不亲近您，只让我们在暗中保护，确认您安全，不要受委屈，其他的都不让我们插手。暗中保护？难怪我从来不知道。在城破的时候，我们原本应该在老爷的身边誓死守护的，但是他却提前将我们派来保护您了。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了。过去了，真的过去了吗？殿下对陛下有心结，只能等他自己想开了。
少爷，云城到了。云城，前世我在这里躲躲藏藏，过了好几年，没想到这一世会以这种方式回来。少爷，我们就送到这里了。嗯，您保重。从今天起，他们要去闯自己的路了。保重。云城，前世我在这里待了那么久，每一个角落都走过。那时候我只是个被追杀的亡国公主，连真名都不敢用。这一世不一样了，我有修为，有底牌，有前世记忆。我要光明正大的走进元极宗。拜入宗门有3种方式，我已经引气入体，可以直接拜师。造化灵根可以伪装成木系天灵根，正好。铃木长老谢一出，木系天灵根，修为高深，从不收徒。如果我能拜他为师，想太远了，先落脚再说。前世我在这里得到过一件破碎的天地灵宝，虽然只有1/10，但能改变气息和灵根。这一世我来得早，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去看看。没有，怎么会没有？难道是我来早了？那东西还没出现。前世那种被追杀的滋味，我不想再尝第2次。岁玉能改变气息和灵根，是我伪装的最大保障。元极宗的灵根测试应该快开始了，先办好这件事，岁玉总会找到的。啊！是他，不会有错，就是前世卖给我岁玉的那个人。不能急，不能引人注意。他现在还没认出我，我也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老板，这块碎玉怎么卖的？这块碎玉可是我在一位上古大能的洞府里面找到的，看你有缘，给一块中品灵石卖给你。一块中品灵石太贵了，除非你再搭点别的。可以，那你随便挑2样吧。这笛子看不出是什么材质，但能和大能洞府的东西放在一起，应该不简单。先拿着吧，就这2样吧。那个人，算了，不认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回去融合岁玉。现在除了原本的能力之外，还多了一个能够改变外貌、声音、体型大小、修为的能力。虽然岁玉也拥有能够改变外貌的能力，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发带。这下终于可以在云城好好的逛一逛了。今天是元极宗的弟子来云城，给4大家族的孩子测试灵根的日子。要怎么样才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到我呢？有了！这样应该能注意到我了吧？青师兄，我们这次估计要立大功了。什么意思？现在还不确定，我去就回。
小朋友你一个人啊？你家大人呢？我家没有大人。没有大人，那不就是还没有加入宗门？没有大人啊？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走呀？我是元吉宗宗主的弟子，跟我走，我可以保护你哦。真的吗？当然。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扶摇，雪扶摇。如果还是选择隐瞒自己的姓氏，说不定跟前世一样会被拒绝加入元吉宗，那就又成为了一个散修了。雪扶摇，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扶摇，我先来给你测试一下你的灵根好不好？木灵根，而且是木系天灵根，这下子我真的是捡到宝了。扶摇，你这段时间就跟在我身边，千万别乱跑，知不知道？外面那些人很危险，就喜欢你这种可爱的小姑娘。你又做什么妖？真的假的？他是……当然是真的，我亲自测出来的，还能有假？我已经联系师傅了，让他再派2个长老过来。真的？在元吉宗这样的宗门里面，单灵根常有，但天灵根确实很少。所谓的天灵根，就是灵根纯度达到10×10，这样的天才，整个元吉宗也就只有3个，不对，现在是4个了。师姐，这些家族不是都有内定名额直接进入宗门的吗？为什么还要测试？这些家族确实有内定名额，可以让家族中的弟子直接进入元吉宗修行，但是这些名额都是有限的，整个云城也就只有10个名额而已。但这10个名额并不是每年都有的，而是每10年才有一次。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些年纪大的孩子也要测试？他们应该已经开始修炼了吧？小师妹，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些人虽然早早的便测试出了灵根，但是却并不会立即开始修炼。一些修炼家族或者世家会让那些天赋不好的孩子浸泡药浴的，由各种珍稀良药熬煮出来的药浴，浸泡个几年，再滋养经脉肉身，为将来的修炼打好基础的。同时也有概率让灵根纯度得到提升。难怪大多数修炼天才都是出自一些家族或者世家的孩子，而散修之中却极难诞生天才。水火双灵根，水灵根纯度90%，火灵根纯度95%。真是可惜了，水火双灵根，水弱火强，这简直是灵根里最残酷的组合。水火不相容，修炼难度比5灵根还大。明明有90%以上的纯度，却比3灵根还不如。你先去那边站着吧。修仙界弱肉强食，虽然是水火灵根，但有家族有资源，就算灵根再废，家族也不会彻底放弃他。比起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散修，他已经很幸运了。10个名额，够这些家族争破头了。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师姐，你不去帮忙真的好吗？没什么不好的，测试灵根的事情有亲师兄他们在就够了。而且我这次出来本身就是来玩的。对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吗？不要客气，尽管说。不用师姐，我有钱的，我可是把父皇的皇宫都给搬空了呢。我说请你就请你，身为师姐，哪里有让师妹花钱的道理？那就先谢谢师姐了。
行了，看看你想要什么吧。今天的访视好像比前段时间要热闹不少，应该是因为雨露秘境开启的原因。这些散修应该是刚从里面出来的。雨露秘境？散修联盟掌控的秘境。散修联盟你知道吗？就是散修自己组成的势力。虽然不是宗门，但在散修中影响力很大。他们名下的秘境，所有散修都能免费进入。雨露秘境就是其中之一，每10年开启一次。据说是一位上古大能坐销后形成的，里面藏着大能的传承，但至今都没人找到。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可要好好的挑一挑了，万一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呢？那师姐就预祝师妹成功啦。师姐你就瞧好吧。虽然雨露秘境被探索过无数遍了，好东西早该被拿光了，但这些散修带出来的灵药种子，说不定真有漏网之鱼。这些灵药种子不错，师妹你是木灵根，进入宗门之后，宗门会给你发一块灵田，里面可以种灵药和灵植，成熟了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卖给丹峰或者宗门，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谢谢师姐指点。师姐，我想去那边看看。那些都是最常见的草药，连灵药都算不上。就去看看嘛。好吧，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老板，你这些草药多少钱？难道这些就是碎玉的碎片？这未免也碎得有点太碎了吧？1两银子。我要了。老板，你的这些草药是在哪里挖的？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草药，我就是在城外的森林里面挖的。不过那一片的草药已经全部被我挖光了。你要是想去的话，估计要等一段时间了。没有，我就是随口问问。你这些草药的质量很好。就算是再好，也不是灵药，卖不上价钱。你呀你，一些破草药又不值钱，你还当个宝贝一样。师姐，这些草药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晾干之后能够泡水喝呢，清凉解渴。这小师妹看上去有点单纯，看来我以后要多照顾她一下了。迷药，现在动用天眼，或许能逃走，但这样一来，天眼就会暴露，反而更加危险。师姐一定会来找我的，先静观其变。你是怎么被抓来的？我跟师姐在访视买东西，忽然听到有人说抓小偷，师姐在保护我的时候被人给撞了一下，然后我就被抓来了。这都是那些人贩子的老套路了。你们好像一点都不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那些人最多要些零食，等拿到零食之后就会把我们送回去的。被绑架已经不是1次2次了，都习惯了。习惯了？这种事还能习惯？这些孩子看穿着，家里怕是拿不出赎金来了。不行，等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可以等家人来赎，但我不行。你别乱来！求你把我们的锁也打开吧！求求你救救我们！我来救你们出去。
还会开锁。前世被追杀了那么多年，撬锁这种技能早就练熟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地下室，抓我们的是一个专门贩卖人口的组织。他们每年都会抓准元吉宗前来给云城孩子测试灵根的这个时间段开始活动。如果是4大家族的孩子被抓，他们就会给他们的家族送信过去。一般情况下，这些家族都会选择息事宁人。这种事难道就没有人管吗？怎么管？无论是4大家族还是元吉宗，都派人来清剿过这些贼人，但是这些人根本就抓不干净。每次抓捕过后，他们就会安静一段时间，但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报复那些追杀他们的人。你们信不信我？既然相信，那你们就留在这里，我出去找人来救你们。老大，咱们刚刚抓来的那个小丫头好像是元吉宗的人，现在整个云城都已经戒严了，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老大，我们该怎么办啊？要不我们就将那个小丫头给放了吧？蠢货！你以为你现在将人给放了，元吉宗就能够放过你了？别做梦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等这次的事情结束了，我们就换个地方。云城这个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了。老大，这次绑人的是六子，他说自己看错了，想请老大您饶过他这一次。绕过他？老子绕过他，谁绕过我呀？让他绑架个人都绑架不明白。那老大，剩下的那些4大家族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还按照原计划收了赎金就送回去？送什么送？等一下全部处理掉。这次失踪的是元吉宗的弟子，估计元吉宗的执事很快就要来了。师姐，扶摇，太好了，你没事。扶摇，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林师兄，快去救人！那些人还抓了好多人。我逃出来的时候，听说他们要将所有人都处理掉，然后逃走。你还记不记得那些人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这次势必是要将这些丧尽天良的、猪狗不如的畜生一网打尽。走，师姐带你去报仇。这是什么？可算找到你们了。师姐，这储物袋是？拿着吧，这是给你的精神损失费，是从那些畜生的身上搜出来的。谢谢师姐。不客气，师妹。今晚咱们先在王家住下，灵根测试推迟到明天了。折腾了这么一整天，你好好歇歇。那师姐也早点休息，我先回房了。小师妹睡醒了，要不要去看戏啊？看戏？前几天的灵根测试你应该也看到了，其中王家族长夫人的女儿被测试出了金火双灵根。虽然没有水火灵根那样修炼艰难，但到底是相克的灵根。但好在她女儿的2条灵根纯度相差很大，一个8×7，一个3×6。这样的灵根想要修炼，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不说，修炼速度也跟3灵根的修士差不多。但就在昨天，王家族长的一位庶女竟然得到了一瓶极品洗灵丹，将自己原本5灵根的废灵根洗成了丹系的火灵根。因为变化太大，想瞒也瞒不住。这不，一大早族长夫人便将那名庶女给叫了过去，想要对方交出洗灵丹。师姐，当家主母抢夺庶女的资源，这应该是属于家族丑闻吧？你怎么会知道的？今天早上王明月，就是那个庶女的姨娘，突然才闯进我的院子里面，希望我能够保护她的女儿。
他愿意将剩下的喜灵胺当做答谢。原来是这样，不过宁愿将喜灵丹给一个外人，也不愿意拿出来，可见王明月对王家的成见很高。顾仙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家里的庶女不服管教，我身为她的母亲管家一番，没想到竟然惊动了仙子。王明月既已经是我元吉宗的弟子，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随便折辱的。顾仙子说的是，这次是我冲动了。来人，将17小姐送回房间，然后请个大夫来好好的看一看。母亲怎么能让那小凤不见人走？她的喜灵丹还没有拿到手。我还想要变成天灵根的天才呢！师姐刚刚真厉害，几句话就将事情给解决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权力和势力，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甚至不用你亲自出手，一句话就能解决。灵根测试还要几天才能结束？之前那个草药小贩说的地方，得趁这段时间去看一看。如果进了元吉宗，怕是很难再出来了。师姐，我想在房间里面修炼，等离开的那天，你来叫我一声就行。你准备闭关修炼？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你这个时候闭关，时间估计不够。不是闭关，我只是想要在房间里面修炼，离开的时候师姐来叫我一声就行。小师妹天赋高，现在说要修炼，说不定是有了什么感悟，还是不打扰她了。不过你想要修炼，完全可以在王家修炼，这里灵气还比较浓郁，干嘛要回你的那个小院子呢？小院子里面清静，而且我在这里修炼，总觉得怪怪的。在王家这几天，算是体会到什么叫豪门是非多了，比皇宫里看到的那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可一定不要乱跑哦，我已经将你的存在报告给长老了，宗门对你很重视。放心吧，师姐，我是不会乱跑的。终于找到了。扶摇，快过来！这位是陈执事，陈执事，这就是雪扶摇。7、8岁的年纪，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修为就达到了炼气3层，而且还是木系天灵根。不错，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即便是天赋再好，也不能例外。这个我当然知道啦，陈执事。扶摇，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云城了。在出发之前，我要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元吉宗选拔弟子的规矩。除了天赋之外，所有加入元吉宗的弟子都需要走一遍问心天梯。问心天梯一共3000阶，如果无法通过1000阶的高度的话，无论天赋如何，都必须从外门弟子做起。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的。通过问心天梯的考验之后，接下来就是拜师了。你是天灵根，宗门里面一定有不少长老都抢着收你为徒。如果我不是师父的关门弟子，估计我师父也会心动。师姐的师父也这么厉害吗？你是木系天灵根，我建议你选铃木长老做你的师父，因为铃木长老也是木系丹灵根，而且灵根纯度达到了9成9，差一点就是天灵根了。而且铃木长老的修为也非常高，就连我师父也不是铃木长老的对手。只是铃木长老这些年一直没有收徒，如果他这次还是不收徒的话，你就选云龙长老当你的师父。当然，最后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一个好的师父能够让你在修炼的路上少走很多弯路。你放心吧，师姐，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记住了。
起玩吗？我才不要跟一群小孩子玩，我现在在思考重要的事情。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思考吧。进入元吉宗后，起码好几年无法离开，外面的机缘只能交给影一他们了。这就是你们加入元吉宗需要经过的第一道考验。这问心天体一共3000阶，只有攀登到1000阶以上者才算合格，不合格者要么离开，要么去当杂役弟子。修为被封印了。问心天梯考验的是心智，也是体力。前世举步维艰，这一世天眼让我能看破幻境的破绽。25，看见朕怎么不说话？难道是不认识父皇了吗？父皇。前世虽然登顶了，但成绩平平，没引起太大水花。这一次，应该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这小姑娘不错，竟然能够在2500阶的时候还能够提升速度。师父，他就是我之前跟您提到过的木系天灵根的天才，无父无母，小小年纪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修为就已经达到了练习3层，而且他还是最近才开始修炼的。宗主已经收了关门弟子，那这个天灵根天才，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初，这孩子与你一样，都是木灵根，你是咱们元吉宗最适合教导他的人，不如……师兄，我从来没有当过师傅，更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弟子。大师兄最近不知怎么了，总是想塞个徒弟给我，我自己都养不明白，怎么养徒弟？不会可以学吗？师傅从小便夸你聪明，什么东西一学就会，相信这件事也难不倒你。而且这小丫头年纪不大不小，带回去当女儿养，也不用你伺候吃喝。你那青竹峰的杂草都快比人高了，连一个杂役弟子都没有，没有一点人气儿。师兄这是铁了心要给我塞徒弟，罢了。师兄都这么说了，师弟也不好再拒绝了。收下这个小丫头也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收了就行，什么条件你说？这既是我的第一个弟子，也是我的最后一个弟子，还请师兄成全。好。这些年，小师弟一直专注于修炼，现在给他找个徒弟，让他有点牵挂，不至于修炼的走火入魔了。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人定下了，一个是宗主，一个是宗主师弟，在场修为最高，谁敢说个不字？高岭之花不假，但也是妥妥的混世魔王，打了你都没地方说理去。登顶了，封印解了，修为恢复了，但这双腿还是累得发抖。宗主、诸位长老、执事长老，本次新入门的内门弟子已经带到。辛苦你了，你先下去吧。见过宗主，诸位长老、执事长老。小家伙们不要紧张。接下来就是拜师了，被长老选中就是亲传弟子，剩下的就是普通内门弟子，两者之间的差距可是云泥之边啊。小丫头，你可愿意拜本座为师？小丫头，你可愿意拜本座为师？铃木长老不是不收徒吗？怎么现在又收了？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的天赋？
小师叔见谅，扶摇他是太高兴了，以至于失了神。扶摇，还不快拜见师傅！弟子拜见师傅。师兄，徒弟我已经收下了，剩下的事情跟我无关，我们师徒2人就不掺和了，先走了。你随便找个地方住就行，反正这青竹峰就咱们2个人。这是我练气期的修炼心得，以及一些初期的修炼资源、药玉。宗门的资源每个月1号去领取。青竹峰就你一个弟子，到时候你自己去。记住了，从今天起，你就在此专心修炼。不懂的，随时来问我。不修到筑基，不许离开元极宗半步。平时更不准擅自离开青竹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筑基之时必须达到炼气12层圆满，且不能借助筑基丹等任何外力，务必一次成功。只有这样才算是完美筑基，明白吗？是，弟子谨遵师傅教诲。记得就行。天色不早了，先去找个住处住下吧，我就在那边打坐。师傅他不会平时就在这块石头上天当被地当床的修炼吧？这位长老的随意还真是……总不能露天泡药浴，这地方虽然简陋，但胜在安静。我也有些秘密，不能让那位新师傅发现。炼气10层借筑基丹突破虽是常态，但在结丹化阴时必受其累，沦为平庸。完美筑基需炼气12层，且不借任何外力。但前世在孤岛上，我还听说过第3条路。造化青莲的莲子，之前吞下整株青莲，竟没注意还留下了它。以稀世珍宝筑基，不仅能媲美完美筑基，更能觉醒可无限成的先天宝术。这一次，我就用你来试一把。炼气12层，大圆满。难怪那些天骄修炼如喝水，这种毫无瓶颈的感觉真是不错。道生一，一生二，温顺其如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成了，奇物筑基真的成了！先天宝术，造化青莲，攻防一体，治愈无双，还有配套的造化青莲诀。有了造化青莲诀，我便不用去藏书阁2层选功法了。不过，那卷野生的神级功法混沌诀，我造化灵根一样能修。既然我知道它在哪儿，就绝没有放过的道理。影一，完美筑基与奇物筑基之法已传，如何抉择，看你们自身造化与运气了。元极宗有阵法保护，四季如春，这草能长成这样，我这次突破用了整整1个月时间。出鞘！明明叫青竹峰，连根竹子都没有，边长了些乱七八糟的杂树，全砍了。
虽然光秃秃的，但终于有了家的样子。这丫头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俗事上。不过，这死寂的青竹峰倒是有了一丝活气。罢了，由他去吧。这位师兄，我来领取青竹峰近2个月的修炼资源。领取资源的日子是每月1号，青竹峰就你一个弟子，资源全归你。但也下不为例，下次别错过了时辰，免得麻烦。多谢师兄提醒。师兄每日处理这么多杂事，辛苦了。应该的，你去吧。修仙界虽是强者为尊，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稍微释放一点善意，总好过平白无故树敌。这位师妹面生得很，来灵芝峰可是想要买些花卉灵植装饰洞府？我想买一批成熟的果树、竹子，还有些观赏灵植，最好是果树多些，春天能看花，秋天吃果。师妹要多少？这目录上有些别人预定又退掉的，或者外形稍有瑕疵的果树，师妹若不嫌弃，可以便宜处理给你。对了，还没请教师妹是哪座峰的？我是青竹峰的。青竹峰，你就是铃木长老说的那位亲传弟子？师妹有所不知，当年谢长老本是木灵根的绝世天才，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继承灵药峰，谁知他突然失踪。等他再回宗门时，他将那座山峰砸在宗门内，当众宣布，从今往后，他就是这青竹峰的峰主。单手托山，上一世我只听说铃木尊者是个闭关狂魔，统阶无敌的杀神，没想到他竟还有如此霸道性情的一面。多谢庄师兄。师父，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你将青竹峰弄成这副重样，为师有些不习惯。那要不我把您打坐的那块黑石头周围再重新种满杂草？那倒不必了。话说回来，你手里种的这是什么？灵气微弱的很。你说这个啊，这是太阳杨花的种子，是我从家里带来的，生命力可顽强了，随便掐根枝条就能活。做这些可以，但莫要本末倒置。你来宗门不久，修为已至炼气7层，切忌急功近利。听说宗门坊室里有些新奇玩意儿，你若闲暇，可以去看看，多接触外界也是修行。我知道了，谢谢师父。果然是小孩子，听到能出去玩就这么开心。不对劲，前世一直逃命，神经紧绷，如今到了这绝对安全的青竹峰，我竟然退化成一个小孩子的思维了。修仙界尔虞我诈，这重生的后遗症绝不能留。坊室那里鱼龙混杂，正好去见识一下元极宗的底蕴，清醒清醒头脑。以为还要等很久。我的亲娘哎！难怪你拜师之后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你这1个月没日没夜都在干这个。顾师姐，
你这来的也太快了吧！你不知道，这青竹峰以前那叫一个寒碜，上面连个正经洞府都没有，就一块破石头。别的长老死活不同意把它列为主峰，嫌丢人。宗主要是看到青竹峰现在这副模样，一定很高兴的。走，咱们去访视，今天师姐带你好好转转。汤雨小苏作韵味，先生用心。前世我也曾散修摆摊，但元吉宗这手笔，从老板到客人全是同门，这哪里是访视，分明是巨型内部资源交流会。扶摇，你想买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要买什么，我想要先逛一下。师姐要是有想买的东西，就先去吧。这里是宗门访视，不会有危险的。等傍晚的时候，我们再在这里集合，好不好？那好吧。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一定要告诉我，师姐帮你揍他。放心吧，师姐，有人欺负我，我一定会找你告状的。你放手！凭什么我放？明明是我先看上的。又是叶家这对姐妹花在闹腾。修仙界的双姝，上一世他们可是高高在上的亲传天骄，引得无数大能争风吃醋。这一世怎么只是2个外门弟子，容貌也远不及前世惊艳，能让这对未来天骄在大庭广众之下撕破脸争抢，难道是什么蒙尘的绝世异宝？难道真就只是个普通的镯子？轩师妹别怕，我看谁敢抢你的东西。笑话，非师妹看上的就是他的。我要欠揍他！别吵了，前面不就站着一位亲传小师姐吗？既然你们谁也不服谁，不如请亲传师姐来评评理。也好，那就请这位师姐评评理，别学我说话。不愧是姐妹，就连说话都是这么默契。老板，这个镯子什么价格？10块下品灵石。就这破烂也敢要10块灵石，抢钱呢？这镯子我要了，啊，这镯子是我看中的。快来还给我！这镯子是我看中的，快把它还给我！2位师姐，你们看中了却不付钱，是你们让我来主持公道的。我偏袒谁都不好，干脆谁也不给，这岂不是很公平？啊！真是不会说不出。轩儿，算了吧，一个破手镯而已。你要是喜欢，师兄明天去多宝阁给你买100只上等玉镯。菲儿，师兄给你买1000只。轩儿，等等我！菲儿，别生气。刚才不知道是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嗓子，把我拉下水的，可别让我逮到！哼！小师姐，我能买下你手里的镯子吗？它跟我娘亲留下的遗物很像，我想留个念想。1个2个都冲着这破镯子来，真把我当好糊弄的傻白甜了。看来这东西确实不简单。你跟我来吧。说吧，这镯子的秘密是什么？小师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要那个镯子，真的只是想要留个纪念而已。我看上去很像傻子吗？你不说就算了，我去问别人，比如刚刚的那2个人。等等，如果我告诉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你想要什么好处？我想成为内门弟子。换一个，这个我做不到，我也只是一名弟子。弟子的晋升只有宗主才有资格智慧，
那我要修炼资源，很多的修炼资源。这要看你所提供的信息值不值了。我可以发誓，我之后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任何一句谎言。这个镯子名叫镇魔镯，是一件诞生于魔界与修仙界交汇处的一件宝物，但却并非是天地灵宝。因为诞生的地点特殊，所以此物亦正亦邪，曾经被用来关押魔族之中魅雉一族的2名天生极品魅骨的魅妖。按照你的说法，这镇魔镯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为什么都要抢这个镯子？因为当年2只魅妖在被收进镇魔镯的时候就已经被杀死了，但他们的魅骨却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封印在了镇魔镯里面。极品魅骨融合之后，不仅能够让人变成绝世美人，天赋也会随之提升，还能够获得魅妖的天赋。原来如此，难怪上一世他们能脱胎换骨，原来根源是在这镇魔镯里的魅骨啊！我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答应给我的修炼资源。这等秘辛，连我也未曾在古籍上见过。你一个杂役，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我家的祖先曾经就是参与镇压魅妖的人之一，当年这件事被人刻意抹去了痕迹，我家一直以来也只是口口相传。今天我也是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才认出它来的。既然只是口口相传，就说明从来没有见过这镇魔镯。既然没有见过，那怎么可能一眼认出呢？他隐瞒了什么？不能留活口。在修仙界，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拿去，别让我再看到你。楚云哲，你这丹药坑坑洼洼的，怎么好意思卖这么贵？顾师姐，这位想必就是铃木师叔新收的小徒弟吧？扶摇见过楚师兄，还是扶摇师妹懂礼数，不像某些人。行了，看在小师妹的面子上，这丹药就按你说的价格拿去吧，下不为例。早同意不就行了，浪费本姑娘时间。扶摇，我们走。不愧是前世修仙界鲜艳的神仙眷侣，现在看来倒像是一对欢喜冤家。那是2具魅妖的极品胃骨在互相吞噬。镇魔镯虽不是天地灵宝，但价值极高，里面的极品魅骨，现在的我根本处理不了，弄不好还会被反噬。更麻烦的是那个知情的杂役，还有叶氏姐妹，她们如果把这件事宣扬出去，怀璧其罪，我绝无保住此物的可能，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元极宗也护不住一个藏着魔界至宝的外门弟子。既然是个烫手山芋，不如物尽其用。这丫头大半夜不睡觉跑来干嘛？也不出声，就在那儿干坐着，真是让人没法清修。大半夜的来找为师何事？师傅，你听说过魅妖和极品魅骨吗？魔界秽物，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污糟名字的？今天在访视，有2个女弟子为一个破镯子差点打起来，后来有个杂役弟子跑来找我说那镯子是，他说这是关押过魅妖的镇魔镯，里面有极品魅骨。我威逼利诱了一番，给了他点零食，他就全招了。毫无灵气biến动，也没有魔气残留，从外表和探查来看，这就是个最劣质的反铁镯子，对吧？我也觉得那杂役在忽悠我，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万一是真的呢？怎么，你想要那所谓的极品魅骨？我才不想要那种魔物呢，我想要的是这个镇魔镯本身，
听说这可是能和先天灵宝媲别的宝贝。你倒是敢想，如果这真是镇魔镯，宗门绝不可能让一个弟子将其据为己有。这等宝物只会收归宗门宝库，最多也就给你记上一大功，发些奖励罢了，发些奖励罢了。奖励也行啊，反正师傅肯定不会让我吃亏的，对吧？再说了，买它我才花了10块下品灵石，换啥奖励我都不亏。你这心态倒是极好。也罢，我去主峰找宗主师兄看看。你放心，为师绝不会让你吃亏。烫手山芋丢给宗门最高层，不仅转移了叶家的仇恨，还能换来切实的修炼资源，这笔买卖稳赚不赔。扶摇见过师傅，宗主师伯。不到1年便成功筑基，气息沉稳。师弟，你当初果然没有看走眼。你之前上交的镯子，经过宗门太上长老们半年的探查，确实是镇魔镯无误，里面封印的2块极品魅骨已经被我们联手剥离了出来。你上交此等异宝，为宗门立下大功。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宗主师伯，什么奖励都可以吗？什么都可以，本座尽量满足你。不用客气，毕竟这可是你师父亲自据理力争，为你争取下来的权益。那我想要那个镇魔镯，行吗？不是，真给啊！这镇魔镯虽是奇物，但剥离了魅骨后，本身并无杀伤力，只是一件单纯的封禁法宝。相较而言，里面的极品魅骨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扶摇师侄，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女修若融合极品魅骨，不仅能拥有倾倒众生的容颜，修炼速度更是1日千里。你用了1年筑基，若有魅骨相助，不出1月便可大成。合欢宗采阳补阴的把戏罢了，靠魔物魅骨换来的修为，根基不稳，形同傀儡。我拥有造化青莲体，何须这种自毁长香的捷径？多谢宗主师伯好意，但我还是更喜欢这镇魔镯。至于极品魅骨太过贵重，您还是留给宗门里更需要的长辈吧。好，心性沉稳，不为外物所迷。师弟，你收了个好徒弟，带他回去吧。师傅，那2块极品魅骨最后到底怎么处理了？怎么，刚才在宗主面前大义凛然，现在后悔了？才没有。那2块魅骨被剔除妖性，炼制成了数百滴魅骨精华，只对女修有用，服之可延缓衰老，重塑容颜，加快修炼。哦，你以为那半个月我们这几个峰主去后山是干什么的？后山禁地里，那些寿元将近的女太上长老们，为了这些精华，差点没把禁地拆了。师傅，我现在筑基成功了，是不是可以下山历练了？听说亲传弟子筑基后都要出去的。下山？你去干什么？找机缘啊！你现在虽然修为稳固，但功法未选，术数未学，空有一身筑基法力，真遇到危险，你打算用拳头去跟散修拼命吗？那我学就是了。对哦，我这一世还没去藏书阁挑过功法，得装个样子。外出历练之事，延后再说。此功法是我师尊一脉单传，与木系造化之力极度契合，修成之后可大幅延长寿元，延缓衰老。记住，对外你只能说自己修炼的是藏书阁里的上品功法青云诀，这长生诀绝不可对第2个人提起，否则你我师徒将永无宁日。放心吧，师傅，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去吧，等你将长生诀修至第1层，再去藏书阁挑几门防身术法，切记贪多嚼不烂。知道了，师傅。
修仙界常识，丹灵根极难同修2门高阶功法，可这长生诀与我的造化青莲诀仿佛天生一对。师傅啊师傅，你到底给了我一个多大的机缘？长生诀第1层成了，是时候去藏书阁挑几门防身之术了。这一世绝不能再像前世那样，只会几手凡俗的野路子剑法。这里就是藏书阁。身法保命，剑法杀敌，贪多嚼不烂，这些足够我现阶段防身了。站住！你叫我？有事？你不记得我了？我就是半年前在坊市被你仗势欺人，抢走镯子的人。抢？这位师妹，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买东西可是付了灵石的，你有证据吗？平白污蔑亲传弟子，这罪名，你一个外门弟子担得起吗？这位师妹，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在宗门里散布任何关于那只镯子或者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不管那些流言是从谁的嘴里传出来的，我都算在你的头上。到那时，你绝对不会是无辜的那一个。我说到做到。你太爽了，这就是身份碾压的快乐吗？太爽了，这就是身份碾压的快乐吗？前世被他那种绿茶手段恶心了那么久，这一世终于提前把他的路给堵死了。影一的传信，上品灵脉已找到，正在隐秘开采。他们根据我给的线索，截胡了不少机缘，已经全部脱胎换骨。等筑基后，便会分散加入各大势力潜伏。很好，比起家族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宗门和商会更适合他们发展。至于灵石，让他们自己留着修炼吧。我这青竹峰加上母亲留下的底蕴，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真把我当小狗了。师傅，您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你来的正好，清风秘境快开启了，这是名额令牌，你拿着，明天跟着顾念一起出发。清风秘境，那可是500年才开启一次的上古秘境。清风秘境，那可是500年才开启一次的上古秘境。师傅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名额给我了，多谢师傅。拿着，别死在里面，丢我青竹峰的人。难怪铃木师叔今年破天荒的去要了个名额，原来是给你的。也是，他青竹峰就你这一根独苗，不给你给谁？师姐，快跟我说说这清风秘境到底什么情况？师傅他老人家丢给我牌子和储物袋就闭眼了，啥也没说。我就知道，铃木师叔这不靠谱的性子就没变过。罢了，师叔不负责，我这当师姐的可不能不管你。清风秘境500年一开，乃我元吉宗与昆仑宗共管的上古秘境，规矩很死，只进筑基期，高1分低1分都不行。最重要的一点，进去后绝对不能主动修炼。
这么严重，绝对不能主动修炼。这么严重，那里面灵气那么浓郁，我们就算不主动吸，灵气也会自己往身体里钻啊。所以进去后要时刻压制，出来后再慢慢调理。但比起里面的机缘，这点代价算不了什么。对了，师叔给你布置任务了吗？没有啊，就让我去长见识。你命真好，我师父给我派了一堆活，采妖、杀妖，还有最离谱的寻找神灵果。神灵果，那可是能让人脱胎换骨、直指飞升的神物，里面真有？不知道，反正除了当年第一个发现秘境的祖师爷，这几千年来再没人见过。现在进秘境的弟子都会领这个任务，全当碰运气了。不过至今还无人亲眼见过神灵果。别人找不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天眼。既然里面真可能有这等神物，这一趟绝不白来。这是历代先辈拼凑的地图，虽然500年过去地貌有变，但聊胜于无。进去后是随机传送的，我保不了你，你自己万事小心。对了，你的符箓、丹药、飞行发去准备了没？你呀什么？炼气和筑基又不能御剑，你难道打算靠2条腿在秘境里跑吗？师叔不靠谱，你也跟着糊涂。不是，师父给我准备了。你管这叫准备了？你这分明是去秘境里当移动的宗门宝库的。有这玉佩护身，化神期大能来了都得挨2巴掌。你完全可以在里面横着走了。我知道你饿了，这破宗门里连只像样的妖兽都没有，只能委屈你再忍忍。等进了清风秘境，妖兽多的是，到时候我一定让你这战损的身体吃个饱。好强的杀气！叶庆飞，前世你伙同张家追杀我，逼得我诈死逃生。修仙界最重因果，你既然对我动了杀心，这秘境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愧疚？他对我愧疚什么？有意思。张易之、张宏志、张启之，张家3胞胎。昆仑宗真是掉钱眼里了，连秘境名额都卖给张家。前世半步金丹，我打不过你，现在你们才刚入筑基，心灵感应、记忆共享，那就得一次性把你们3个的脑袋全拧下来。燕师兄，好久不见。顾师妹越来越漂亮了。哟，这位水灵灵的小仙子，就是铃木长老的新徒弟。燕长熙，收起你那副轻佻的德行，少带坏我师妹。行，顾师妹发话了，我收着点儿。这就是修仙界第一痴情种？为了个蝶妖背叛家族宗门，逃往北周之地的狠人，果然人不可貌相。哼，秘境入口什么时候开？别浪费时间。快了，等着。看到那3个一模一样的没？张家3胞胎，进去后离他们远点。他们3个在一起的时候极其危险。我知道了，师姐。离远点。不，我会靠得很近。传承秘境，说白了就是古代大能的墓地，谁会对盗墓贼手下留情？
若非大能部下禁制，只允许筑基期进入，这地方早成了元婴老怪们的绞肉机了。秘境已开，时限1月。进。哟，元吉宗的师妹真是急性子啊！别管他，进。毒瘴林，不对；烈火崖，也不对。这地方地图上根本没标记，没有阵法，没有妖兽，一片从未被探索过的处女地。重生的气运终于来了。想吃这个，想吃这个。吃，今天管饱。不对劲，事出反常必有妖。外围是1000年灵药，这里已经是万年级别的绝世珍宝，怎么可能连一只守护妖兽都没有？果然有禁制。诞生了灵智的奇花。冷静点，给我安分守己，这东西可不是给你当零食吃的。午夜发回，紫华如玉，这难道是传说中能重塑根骨，让化神期老怪都为之发狂的绝世仙葩碧月琉璃？第99位，碧月琉璃，无攻击力，可生绝世幻剑，具天下灵药。结界快撑不住了，万年灵药被我挖走大半，等结界一破，必定引来无尽的厮杀。既然喜欢，那就乖乖跟我走。贪多必失，该撤了。就这么走了？哼！张家那3个半步金丹的怪物，可是前世逼死我的罪魁祸首之一。既然要走，不如给他们留份大礼。哼！张家3包包，不管你们兄弟怎么联系，这口独吞万年药的黑锅，你们背定了。张家的山谷里到处都是万年灵药被挖走的痕迹，全是你张家功法残留的气息。你们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们留！老大、老三，你们2个蠢货，采药不知道把尾巴擦干净吗？为什么要留下气息让人抓把柄？诸位，秘境机缘先到先得，但我张宏之发誓，我刚才一直与诸位同行，绝不是我捷足先登。谁不知道你们3胞胎心意相通？你在这拖延时间，另外2个早带着万年灵药跑了。大家别管他，先进谷抢剩下的。
相比于灵药，看来地上这些妖兽尸体更加符合你的口味呢。人太多，现在不行，给我憋着。别急，没人跟你抢了，开饭吧。吃饱了，该干正事了。前世被张家追杀了几十年，我对他们留下的痕迹太熟悉了。张宏志，你跑不掉。妖兽森林，据说神灵果就在其深处。好木材，不仅能换灵石，还能当路标防迷路，一举两得。昆仑宗的剑修够冷酷，不过刚好便宜了我。被天滤镜，天眼有反应。这是风华菇，炼制驻颜极品御颜丹的核心主药。在修仙界早已经绝迹了上千年的神物，这下赚大了。驻颜丹之所以能垄断市场，就是因为药材难寻。但我有造化青莲体，只要有种子，我能种出一片风华菇的药田。女修的钱最好赚，男修的钱也不难赚。等我出了秘境，整个修仙界的驻颜丹市场，我全包了。区畜生，也敢挡我！张宏之为了对付这头拥有上古血脉、筑基巅峰的蝎尾狮，连张家的燃烧精血秘法都用出来了。先天剑胚，难怪前世他们能横行修仙界，原来是在这里拿到了这种逆天之物。洞内还有绝杀试炼，我若进去，少不了一番苦战。不如让他帮我把剑取出来。猎物出笼了。哈哈哈哈！3把先天剑胚，有了此物，我张家3兄弟必将名震修仙界。老大、老三，我这就传讯给你们。老二，是谁？到底是谁干的？狡兔3窟，没用。
这等未成型的逆天之物，放在普通的储物空间太危险了，还是交给你镇压吧。下辈子别当张家人了。万载玄灵液，炼丹的无上圣品，但这看守的畜生竟然是金丹期的水窖，筑基打金丹，找死！用天眼强行一击必杀，风险太高，万一没打中7寸，在狭窄的山洞里，我会被他撕成碎片。谁说寻宝非得打打杀杀了？哼，灵虫化形，赢！前世在大能洞府薅来的强效昏睡丹，据说连元婴老怪没防备都得中招。这畜生倒好，张着嘴睡觉。万载玄玉膏，这是比玄灵液珍贵100倍的沉淀精华。杀了水蛟，还是留着以后借刀杀人？算了，金丹期妖兽浑身是宝，这送上门的肥肉不吃天理难容。叶清雪，你挖什么不好，非去挖那个蜂巢！闭嘴，快跑！毒物榜前10时的黄金蜂，中此毒者骨骼变形，血肉肿胀，生不如死。这2个蠢货是怎么惹到这种杀星的？哼，自作孽不可活。天生异象，七彩云纱，这是有夺天地造化的绝世灵宝要出世了。5颗即将成熟的神灵果，异象彻底爆发，估计秘境里的所有人都要被引过来了。乖乖跟着我，以后有谁惹我，我管放你，你管遮他，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这是大能洞府里的御兽瓶，虽然只能装小型妖兽，但用来装这种毒物榜前10的大杀器，简直是绝配。你们谁看到扶摇师妹了吗？没见过。
你那师妹，怕不是早就沦为妖兽的食物了吧？张易之，你胡说什么？杀我二弟之人，定是藏在你们这些人当中。那人实在是狡猾，我竟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上一世抬手间将我逼入绝境，差点让我自爆的人，竟然也会露出这种崩溃的表情，还真是赏心悦目呢。现在出去肯定会被顾师姐盯上，影响我办事，还是先藏着吧。啊！缺口，不能用蛮力，原来要找准时机。七霞莲，凡人起死回生，银灵术。能够将周围灵气转化为木属性，简直是我这造化灵根的修炼灵宝。霓裳草、寿元果、补天灵芝，在外面能引起腥风血雨的灵药，在神树面前竟然像杂草一样。玉盒根本不够用，只能多挖点泥土保住根部药性了。这结界一破，外面那么多妖兽冲进来，什么痕迹都会被踩没，正好让妖兽背黑锅。唉，等这次回去，砸锅卖铁也得买个随身药源。唉。大能洞府里什么法器都有，偏偏没有随身药源。估计他那个时代，锻造师还没研究出这玩意儿。麒麟路第100名的茶花树，美容养颜，恢复灵力。可惜了，要是排名第3的悟道茶树就好了。不行，神树周身有禁制保护，在神灵果确全成熟之前，怕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近。还是老老实实挖草吧。空间阵纹在溃散，结界要破了。结界破了！那是神灵术。什么情况？我还没碰到啊！贼子，留下神灵果！贼子，留下神灵果！这黑锅背的真冤，冤枉！原来是你这个小家伙！实力微弱，毫无妖气，竟然是一只罕见的变异灵兽。那3颗神灵果被你这小身板吞了。知道了，知道了，这就去给你找吃的。顾师姐，你们怎么伤成这样？最后一颗果子被一只突然杀出的流云蝶大妖抢了，严师兄为了掩护我们受了重伤。流云蝶，难怪，看来传闻燕长溪痴恋的那只蝶妖早就潜伏在秘境里了。不要师妹，秘境马上关闭，别管我们，快去挖药。好，师姐你先疗伤。结界在重组，所有人立刻撤出药园。
好高明的空间转移阵法，这药源是活的，在不断游走。难怪数千年来，神灵树的踪迹犹如鬼魅。不过，那个抢走4颗果子的黑衣人，绝对不是我元吉宗的。顾念，你说话注意分寸。我们还怀疑是你们元吉宗内部有人动了手脚，故意推卸责任呢。可惜了，本来还想给这2个半步金丹的疯子使点绊子，现在大家都聚在一起，不好下手。不过没看到叶庆山和叶庆风2姐妹，估计还在被黄金风追杀吧。希望他们能活着出来。师姐，你吃点丹药吧，这秘境里的异种灵气无法用来冥想疗伤。多谢师妹。各封指示，清点弟子，救治伤者。师尊，弟子无能，未能带回完整神灵果，只抢到了半颗。无妨，能从万寿口中夺食已是大功，都退下休整。千宗主，本座要带弟子回宗疗伤，就先告辞了。站住！我张家嫡孙弘志惨死秘境，今日元吉、昆仑2宗必须给我张家一个交代，交出杀人凶手！蠢货，没有证据就敢当众发难，老家伙这是气急败坏了。钱宗主，你们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张长老，秘境寻宝本就生死有命，你凭什么断定是人为？若人人都像你这般攀咬，修仙界还有规矩可言吗？此事到此为止，若再胡搅蛮缠，休怪本宗不讲情面。修仙界以实力为尊，张家，今天这只是个开始。师傅，您老人家见多识广，知道哪里能弄到随身药源吗？你这丫头，胃口倒是不小。随身药源极其罕见，你可以去炼气峰定制，但没个10年8年拿不到货。不过，灵药峰的谭长老手里有一件现成的，他最近在宗门悬赏，用随身药源换一株千年宿根草。千年宿根草，谭长老要这个做什么？谭长老早年与凡女相恋，最近才寻回那个没有灵根的女儿。他想用宿根草为女儿强行洗髓，重塑灵根。谭晶，师父不知道，但前世的我可一清二楚。那凡女当年生的是双胞胎，大女儿谭晶是个废柴，小女儿谭和却是被天剑宗大长老收为亲传的丹火灵根绝世天才。传闻这对姐妹是此消彼长的吞噬命格，这可是个极其好用的大瓜。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那件随身药源拿到手。神灵果不愧是神物，短短3天就让我突破到了筑基后期。这小东西的嘴里竟然自成空间，随便一抓，竟然真的抓到了偷果子的罪魁祸首。体型如鼠，嘴内含空间，视天材地宝为食物。这是传说中早该绝迹的上古灵兽寻宝鼠，这下发财了！在秘境里，除了万年仙草就是高阶妖兽，
出来看到一坨粗糙的灵力都觉得是宝贝，真是个没见识的乡巴佬。哼。跟踪我，隐匿手法这么拙劣，肯定不是冲着我这亲传弟子的身份来的。叶家姐妹，是你们吗？该死，这小丫头的气息怎么凭空消失了？谁敢偷袭我？说，是谁派你来的？我是张家人。你敢废我丹田，张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哦，原来是张家的人啊。难怪前世张家不仅灭了雪国，还要对我千里追杀。原来他们是为了找那件东西。前世我搬空了整个雪国皇宫的宝库，张家费尽心机却没找到，这就意味着那件能让修仙世家眼容的东西一直都藏在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影一，你们帮我散布消息，就说张家在北灵域发现了一处1000年前合体其大能的洞府遗址，疑似有上古传承，越夸张越好，我要让整个修仙界都去分他们一杯羹。张家在雪国欠下的血债，我们慢慢算。